女状元下集，各位看官，又到了咱们小萌说书的时间了。上回咱们说到，严氏这女扮男装的本事可真是个神仙手段。10年啊，从一个解元一路考上了进士，最后还当上了朝廷的重臣。可这明朝这座大厦说塌就塌了。严氏瞧着外头的乱劲儿，心里头发慌，知道这谎言再也藏不住了。于是他呀，就把那惊天的大秘密告诉了张大嫂。他把那双官靴一脱，露出裹着棉花的小脚，这才说：“我其实是个女儿身。”张大嫂听了这话，先是傻了眼，过了半天，忽然哈哈大笑起来，说：“咱们家居然出了个女状元！”打从这天起，严氏就把那顶官帽扔给了小张，自个儿重新当回了女人，关起门来过小日子。可这10年的官也不是白当的，小张的爹娘都因为儿子这功名被皇上老爷子给封赠了，那些大官小官来拜访都得恭恭敬敬的冲着小张喊一声张大人。小张心里头那滋味可就跟那吞了黄连似的，别扭得慌。明明是个吃软饭的，却要挺着胸脯子装大官。每次有人来拜访，他都推说身子骨儿不舒坦，能不见就不见，实在躲不过去的，也是匆匆见一面，赶紧把人打发走。有这么一天，严氏笑嘻嘻地对小张说：“瞧瞧，当官的哪个不是3妻4妾的？你也该买几个小妾，充充门面了。”小张听了这话，跟被电了一下似的：“娘子，你这是闹哪一出啊？”严氏调皮地眨了眨眼：“我当了10年官，连个贴身丫鬟都没敢买。你可倒好，捡了个大便宜，坐享其成，还不赶紧享享福？”小张的脸红得跟那煮熟的虾子似的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要买你自己买去，买30个小伙子我都不管。”两口子说着说着就笑得合不拢嘴。就这么着，这对奇特的夫妻在乱世里安安稳稳地过起了日子。谁能想到，那个威风八面的张大人其实是个藏在帽子底下的女娇娥呢？第5章，真相大白皆欢喜，谁说女子不如男？话说，打从严氏把那惊天的大秘密告诉了张大嫂，张大嫂就跟那打了鸡血似的，3天3夜都合不上眼。我的老天爷！张大嫂是逢人就想说，可一想到严氏的叮嘱，这话又像那吞了个鸡蛋似的，卡在喉咙眼里，上不去下不来，憋得她难受死了。咱们家居然出了个女状元，这要是传出去，那不得把整个天下都给炸翻了锅。严氏瞧着他那副样，知道他心里痒痒，赶紧又叮嘱：“大嫂，这事您可千万别往外说。现如今这天下乱着呢，要是让新皇帝知道了，那可是欺君之罪，说不定大家的脑袋都得搬家。”张大嫂连连点头，拍着胸脯保证：“放心，放心，我这嘴巴可是用铁链子锁着的，最严实了。”可心里头他还是一个劲儿的犯嘀咕：这么大的一桩事儿，憋在我这儿，真比那黄连还苦啊！从那以后，严氏就把那张大人的位置让了出来，小张这才正式出面当家做主。可这位张大人跟别的官老爷不一样，瞧着一点官架子都没有。出门啊，不坐那8抬大轿，也不让人撑那遮阳的伞盖，就跟个老百姓似的，2条腿走着去。有一回，府里的老师爷瞧着他这副寒酸样儿，实在是瞧不过眼，赶紧上前劝他：“大人，您好歹也是个御史出身，怎么能这么跟自个儿过不去呢？这要传出去，让人怎么瞧您？”小张听了，跟那吞了只苍蝇似的，苦笑着说：“老弟，我这人啊，穷日子过惯了，坐那轿子反倒觉得别扭，坐不住。”其实心里头他可跟那吃了哑巴亏似的，我的老天爷，我哪儿有那个脸坐轿子啊？这官职本来就是我媳妇儿的，我这不是给人当替身吗？这小日子就这么平平静静的过着。可严氏心里头总有一块放不下的石头，他这么多年没给张家留下个一男半女，这张家的香火可就要断在他手里了。这么一琢磨，他心里头有了主意。这天，他拿出钱来给小张买了个小妾，说是给他传宗接代去。
严氏把小张叫到跟前，那脸色是严肃得很。相公，我给你买了个姑娘回来。小张一听这话，跟被雷劈了似的，吓了一大跳。娘子，你这是闹哪一出啊？这不是拿我寻开心吗？严氏笑了，那笑声里头带着点俏皮。你瞧瞧，当官的家里头哪个不是三妻四妾的？我当了10年官，身边连个丫鬟都没敢买。现在轮到你当家做主了，还不赶紧想想那其人之福？小张的脸跟那红布似的，红了个透。我才不要呢！怎么不要？严氏故意逗他，难不成你还想让我去买30个漂亮的小白脸回来？小张一听这话，跟被踩了尾巴似的，急了。你敢？你要是敢这么干，你就怎么样？我就离家出走。两口子说着说着就笑成了一团。这话被底下的人听见了，传到外头，成了街坊邻居最大的笑话。大伙儿都说这张大人和夫人瞧着感情真好，连开玩笑都这么有趣。没过几年，那小妾还真争气，给张家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大儿子。张大哥听了这信儿，高兴得跟那犯了傻病似的，逢人就说有后了，我们张家有后了。严氏抱着这孩子，心里头可就跟那打翻了酱油铺子似的，五味杂陈。他心里嘀咕，这孩子长大了，要是知道他那爹是靠着他娘这才当上了官，不知道会怎么看。可小张却想得开，他握着严氏的手，那眼神儿是又坚定又温柔。娘子，这孩子就是咱们俩的孩子，你的功劳就是咱们全家人的功劳。这么一晃，又是几年过去了。小张的爹娘都因为儿子这功名，一再受到朝廷的封赠。每次圣旨一来，张大哥就摆上几桌，请全村的人来喝喜酒。村里的老头老太太们都感慨地说，这张家的祖坟可真是冒青烟了，出了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儿子。可他们哪儿知道，这有出息的儿子其实是靠他那聪明绝顶的媳妇儿这才发的家呢。有这么一天，张大嫂实在是憋不住了，把严氏偷偷拉到一边，跟那做贼似的，压低了嗓子：弟妹，你说说，你后悔不？这么大的功名，本来都是你挣来的，现在全都便宜了那小子。严氏听了，笑了，那笑容是又温暖又豁达。大嫂，我是个女人，就算考中了状元，又能怎么着？总不能一辈子都戴着那顶帽子装男人吧？现在这样挺好的，一家人平平安安，比什么都强，比什么都值钱。可是张大嫂还是觉得有些可惜。甭可是了，严氏那语气是又温柔又坚定。夫妻呀，本来就是一条心，一个锅里吃饭的人。他的功名就是我的功名，我的本事也就是他的本事。再说了，我这辈子已经证明了这女人啊，不比男人差，这就够了。张大嫂听的是眼泪汪汪的，感动的是一塌糊涂。弟妹，你真是个顶好的女人，我这辈子最佩服的就是你了。就这么着，这个奇特的家庭在乱世里过着平平安安的小日子。小张虽然挂着个大人的名儿，可家里头的大小事儿还得跟严氏商量着来。村里头的乡邻们都说，这张大人两口子啊，瞧着感情真好，真是男唱女随，天作之合啊。可他们哪儿知道，这家里头其实是女唱男随呢。多少年过去了，这个故事还在当地流传着，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一个乐子。村里的老头老太太们一说起来，总是感慨，那年头啊，真是出了这么一个奇女子，只可惜是女儿身，要不然啊，准能当个更大的官儿。可严氏自个儿心里头是知足的很，他常常对小张说，相公，我这辈子没白活，我呀，已经证明了女人也能读书，也能当大官，这就够了。至于那些功名利禄，都不过是过眼云烟。小张每次听了这话，都会紧紧地握着妻子的手，那手是又温暖又有力。娘子，这辈子能娶到你，真是我8辈子修来的福气，比中了状元还让我高兴。瞧瞧，夕阳西下，俩老夫老妻坐在自家的小院儿里，
看着满院的花花草草，听着小孙子们的嬉笑打闹声，那心里头别提多踏实了。什么是生活？平平淡淡才是真啊！轰轰烈烈那不过是昙花一现，重要的是俩人能相伴到老，相濡以沫，这比什么功名利禄都值钱。说书先生讲到这儿，一拍惊堂木，那声音是又响亮又有劲儿。各位看官，这故事说完了，您各位听出了什么味儿来吗？男人女人其实都一样，只要有真本事，到哪儿都能发光发热。可这人啊，真正的幸福不在那功名富贵里头，而在那两口子相爱，一家子和和睦睦的过日子里头啊。台下的人们都鼓起掌来，有那兴奋的大声喊：说得好，说得好，再来一个。说书先生笑着摇摇头，今儿个就到这儿吧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其实啊，哪儿还有什么后事呢？这故事啊，就是个圆满的句号。严氏用他的一辈子证明了那句老话是错的，谁说女子不如男？只要有才华有胆识，这女人啊也能撑起半边天。可更要紧的是，他也证明了另一桩事儿，真正的夫妻不在于谁更厉害，而在于这两个人能不能手牵着手，一块面对这世上的风风雨雨。这才是这个故事里头最动人的地方啊！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下次再相会。别走开，主题曲马上来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，别忘了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给同样爱听故事的朋友们。